赵家。我叫赵家，在山城开了家半死不活的铺子，没个招牌，熟人都管我这儿叫老赵杂货铺。我这铺子就3样东西：收货、瞧货、出货。说白了，我就是个小倒爷，倒腾点见不得光的东西。我这行当，行话叫吃铁，铁货就是从地里头刨出来的玩意儿，铁疙瘩、铜疙瘩、陶罐子，运气好还能刨点金银玉器。这些玩意儿来路不正，虽然风险大，但利润也高得吓人。我师傅是一个50多岁的小老头，姓刘，人称刘半尺。师傅收了2个徒弟，一个是我，另一个叫猴子。那天晚上我们刨出来了好东西，但猴子似乎着了魔，但也许是他想独吞，在墓里他突然对师傅下了手。从那以后，我再没下过地，也变得胆小怕事了。我怕，不是怕墓里有什么粽子，而是怕这世间的人，人心比鬼恶。这杂货铺，我给自己立了规矩，只收货不支锅，只看货不问路。赵老弟，我带了个小玩意。刘八子这人无事不登3宝殿，看他这鼓鼓的包，8成是个铁货。赵老弟，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哥哥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包里这东西想请你给长长眼。刘老板你太客气了，我这点微末道行就是随便瞧瞧，居然是件青铜器3足爵。这玩意儿造型古朴，纹饰也精美，好东西，一股子土腥味。没错，是刚出土不久的味道，锈色很自然，一层叠着一层，像是从青铜器骨子里长出来的一样。青铜器要是做旧的假货，锈是浮在表面的，用指甲一抠就会掉。这东西锈没毛病，是真货。怎么样，赵老弟？东西不错，开门的老物件，看这纹饰，应该是商晚期的。嘿嘿，赵老弟果然是好眼力。那你看这玩意儿能值多少？3万。3000。3000。3000，你打发叫花子呢？你先别激动，这玩意儿要是完整的，别说3万，30万都有人抢着要。可你看看这儿，这叫问，是土里压的，虽然不影响品相，但行家一看就知道这玩意儿有暗伤，不好出手。而且你这东西来路，妈的，算我倒霉！那帮小崽子跟我说东西是全品的，感情是合起伙来坑我。3000就3000吧。不过赵老弟，我还有个事想请你帮个忙。你说吧。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从那几个小崽子手里一起收来的。他们说那个爵就是从这图上标着的地方挖出来的。那几个小崽子没经验，挖了个过路坑，就摸出这么一个爵。他们说下面肯定还有大家伙，但是不敢再动了。你这是想让我去支锅？赵老弟，我知道你的规矩，但这次不一样。那几个小崽子说了，那地方邪门得很，他们下去的时候，总感觉有人在背后吹冷气，所以这事儿必须得找个懂行的。哥哥，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你，这是1万块钱定金，事成之后东西咱们5分。这事儿我得考虑考虑。行，不急，你好好想想，这可是个发大财的机会，想通了，随时来找我。这是蜀南的地图，蜀南古墓遗迹多得跟牛毛似的，不过那地方山多林密，瘴气横生，而且真正有水的大墓都藏得极深。这地图的皮子倒是处理得非常专业，画图用的朱砂也不是凡品，这是一种古老的加密方式。在这方面我也只是懂个皮毛，得找个高人问问。陈先生歇着呢。是赵甲呀，你小子可是稀客，怎么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想起我这个老不死的了？瞧您说的，平时我这不是怕打扰您清静吗？今天来是想请您帮我调个玩意儿。拿回去，我不好这口。有什么东西亮出来吧，规矩你懂。这皮子是小麂皮，用硝石和草木灰树制过的，年份不短了。上面这朱砂混了黑狗血和鸡冠石，是用
来辟邪的。画这图的人是个懂行的。怎么样，陈先生，这图有什么说法？你小子这次是碰上硬活了。陈先生，您给说道说道。这东西不是地图，至少不全是。那是什么？你看这几个符号，这是古时候巴人的文字，早就失传了。我也是早年在一本残缺的古籍上见过。这种文字是专门用在祭祀和巫术上的。巴人？没错，巴国是战国时期存在于川部地区的一个古老王国。传说他们的巫术非常厉害。你看这个图案，在巴人的文化里代表着祖灵之眼，意思是祖宗的眼睛在盯着你。画这个图案的地方通常都是禁地，要么是祭祀的圣坛，要么就是王族的陵墓。巴国，这图竟然和巴人有关。这上面画的是巴王咒，意思是说擅自闯入禁地的人会受到巴王的诅咒，永世不得安宁。那这图上标的地方到底在哪儿？这我就看不出来了，这图画的太写意，没有参照物。不过既然写了蜀南，又跟巴人有关，我猜应该是在川南凉山一带。当年巴国被秦国所灭，有一部分巴人就逃进了凉山，和当地的部族融合了。赵甲听我一句劝，这趟活水太深，你把握不住，为了点钱把命搭进去，不值当。谢了，陈先生。钱就算了，你师傅刘半尺当年跟我还有点交情，我不想看到你也走他的老路。记住，这行当里最可怕的不是地下的东西，而是人心。一边是刘八字许诺的巨大利益，一边是陈瞎子的警告，还有师傅惨死的画面。去还是不去？哎呦，这不是赵老弟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怎么想通了？刘老板介意不说话。赵老弟，有话就说吧。这张图我找人看过了。哦，怎么样？是不是个宝贝？宝贝，你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现在就想知道一件事儿，这图你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妈的，赵老弟，算哥哥我错了，不该瞒你。这图不是我收来的，是我偷来的。前段时间我手头紧，在道上接了个水活，主家是城西一个姓钱的富商，家里收藏了不少古董。我踩好盘子，半夜翻进去，东西都得手了。准备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他书房里有个暗格，我当时就动了贪念，把暗格撬开了，里面没金没银，就一个铁盒子，这图就在铁盒子里。姓钱的富商，这背后会不会还有其他隐情？这人不是道上的，是个正经生意人。我偷了他家东西，第二天新闻都报了，但我看他报失的单子上根本没提这个铁盒子和这张图，我就觉得这玩意儿肯定不简单。可我找了好几个人看，都看不出个所以然。后来听人说这图可能是从土里出来的，我这才想到了你。至于那几个小崽子和那个局，都是我编出来的，就是想让你相信这图下面有货，引你入伙。幸亏我去找了陈瞎子，不然就被这刘八子坑了。姓钱的为什么不报失？这他妈就是最邪门的地方。我偷了他家之后，就一直偷偷盯着他，发现这姓钱的好像根本不在乎丢的那些古董，反倒是为了这张图，整个人都快疯了。为什么？我他妈哪知道？我只知道这图是个烫手的山芋，姓钱的在道上人脉很广，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我怕他找到我，所以才急着把图脱手，或者拉个懂行的，万一真找到了地方，发笔横财，我就远走高飞。刘老板，你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赵老弟，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哥哥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
现在这图你也看了，你也陷进来了。姓钱的要是知道图在你手上，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你他妈的把我往火坑里推！赵老弟，你听我说，我也是没办法。少他妈废话！你以为把我拖下水你就安全了？姓钱的要是真有那么大本事，你觉得他查不出这图最开始是在你手上？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赵老弟，你得救救我，我不想死啊！想活命就给我老实点，把你知道的关于那个姓钱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那个姓钱的大名叫钱红叶，是山城红叶集团的董事长，搞房地产发的家，身家几十个亿。这人背景很深，据说早年是靠着一些不干净的手段起家的，后来生意做大了，才慢慢洗白。他在山城的关系网盘根错节，黑白两道通吃，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他平时为人很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只知道他每周三下午都会去南山顶上的关山茶楼会客。关山茶楼，对，那是全山城最高档的茶楼，去那儿的都不是一般人。听说安保很严，一般人根本进不去。你真想活命，就要按我说的做。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消失，找个地方躲起来，谁也别联系，就当自己死了。你要是敢耍花样，或者让姓钱的先找到你，我懂。赵老弟，你放心，我烂死在外面，也绝不给你添麻烦。现在的情况，我直接去关山茶楼找钱红叶是下策。我要想从被动变主动，手上唯一的筹码就是这张阳平地图。喂，谁啊？是我，阿莲。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赵大老板。怎么想起我这个旧情人了？阿莲是师傅刘半尺的亲闺女陈雪莲，我和她关系复杂。阿莲帮我给钱红叶带句话。哼，钱红叶可是咱们山城的大人物，我可高攀不上。不，你攀得上。我知道关山茶楼的幕后老板是你现在的干爹。你调查我？我没那闲工夫。道上的消息传得比风快。阿莲，我不是在求你，我是在跟你做一笔交易。你帮我带话，这个人情我记下了。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赵家万死不辞。你的人情值几个钱？能让我死去的爹活过来吗？阿莲，算我求你，这次的事情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不然我绝不会来找你。说吧，什么话？你告诉钱红叶，就说八王咒的钥匙在我手上，他要是想要，让他明天晚上10点一个人来我铺子里，记住，只能他一个人。要是多带一只苍蝇，我就把那张图烧了。八王咒？你不用管这是什么，把话原封不动的带到就行。好，话我帮你带到，这次之后我们两清了。明天晚上钱红叶会来吗？你心狠手辣，我也不会坐以待毙。来吧，钱红叶。赵老板怎么把铺子搞得跟个老鼠洞一样？这么怕死吗？怕死？钱老板，你觉得一个敢把你这种人物请到这种破地方来的人，会是个怕死的主吗？既然钱老板你亲自来了，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这东西是个烫手的山芋，我没兴趣，也惹不起。现在我还给你，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两不相干。我这是在服软，也是在试探。如果他只是为了拿回这张图，那今天这事儿就算了了。但要是他不依不饶，那就拼了。不，我不要赵老板。你什么意思？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我今晚来不是为了拿回这张图的，我得到这张图纯属偶然，它来自一个我生意对手。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调查他的来历，才知道他背后牵扯到的是几千年前古巴人的宝藏。巴人宝藏？我也调查了你赵家刘半尺的徒弟，16岁入行，眼力好，身手也不错，可惜时运不济。你师傅死后，你就金盆洗手，守着这个破铺子。这些也不是什么秘密，你到底想说什么？这张图就是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巨额财富之门的钥匙。赵老板，
你守着这个破铺子，一个月能赚几个钱？跟我合作，我先付你100万定金，事成之后，里面的东西你我28分成，你2我8。我知道你们这行有规矩，你放心，下地之锅的事儿你说了算，我的人手装备全都听你调遣，我只要里面的东西。抬爱了钱老板，我早就发过誓，金盆洗手，再也不碰地下的东西。赵甲，我是在告诉你方案，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你以为你现在还有的选吗？我烂命一条，你要是把我逼急了，大不了鱼死网破。哈哈哈哈哈！鱼死网破就凭你，你的命确实不值钱，但是别人的命呢？刘半尺的女儿陈雪莲，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你什么意思？阿莲是个好姑娘，可惜跟错了人。她那个干爹欠了我几千万，你说我让他用一个干女儿来还那些债务，他会不会愿意？赵老板，现在你还觉得你有拒绝的资格吗？好，我们可以合作，但是里面的东西我要40%。哦，好，有魄力，不愧是刘半尺的徒弟。合作成交。既然是合作，那我们现在就该谈谈正事了。这是我目前查到的资料，或许对你有用。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出发之前，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还需要找几个信得过的帮手，这些都需要钱。没问题，账号给我，1个小时内100万会到你账上，这是前期费用，不够随时开口。人手方面我也可以提供，都是专业的保镖，绝对可靠。你的人我信不过，干我们这行有我们这行的规矩，下到地里身家性命都交给了身边的人，所以我要的人我自己来找。可以，我只要结果，具体过程你是专家，你来定。我只有一个要求，3天之内我们必须出发。为什么这么急？因为盯着这张图的人不止我一个。我的那个老对手虽然东西输给了我，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们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多。这些照片上的符号和羊皮地图上的八王咒一模一样，照片也是你从对手那里搞的？不，这是我从一个收藏家手里高价买来的。据他所说，照片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探险家在中国西南部拍摄的。那个探险队除了他一个人重伤逃回来之外，其余的7、8个人全都死在了那座古墓里，而他带回来的只有这几张照片和一些关于八王诅咒的只言片语。折进去这么多人，陈瞎子说的没错，这趟活是真正的硬活。好，3天后早上5点，我带人等你，装备和车你来准备。一言为定。赵老板，你可别让我失望。我这个人对朋友向来慷慨，但对对手手段那可就……胖子，有大活你干不干？九川手上的活先放一放，来山城找我，有笔大买卖。小哥，你这回是捅了多大的娄子？这么急着叫我过来？乖乖，这是商周的青铜果，这纹饰是巴人的饕餮纹，不对，里面还混着是鸟图腾，这是属地的东西，巴属一体，这玩意儿邪门的很啊！你再看看这个，八王木带咒的。贾哥，你玩真的？这玩意儿要是真的，沾上的人都没好下场。我没得选，有个老板盯上我了，不做我就得死。干了！妈的，大不了跟着一起死。贾哥，你一句话，上刀山下油锅，我胖子都干。好兄弟。贾哥，多大的买卖？够你吃10年。果然大买卖，干！贾哥，那老板不会放咱们鸽子吧？不会，他比我们更急。赵老板很准时，看来我的合作伙伴已经准备好了。钱老板，出发前咱们立个规矩。规矩？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好，那我就直说了。
第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趟活干完，整个行动都得听我的。我不希望有外行人在旁边指手画脚，影响我的判断。第二，这次的活儿有多凶险，你比我清楚。真要是遇到了过不去坎儿，或者有兄弟折在里面，我随时有权喊停。财宝再好，也得有命去花。如果你不顾我们兄弟的死活，那这买卖咱们现在就拉倒。好，够专业也够情义，就按你说的办。奎郎还有你们几个都听到了吗？从现在开始，赵老板的话就是我的话，谁要是不服从命令，坏了大事就自己填江去。是，这钱老板没像你说的那么凶狠啊，看着你还挺强势的。跟这种人合作，你越是软弱，他就越是会把你啃得骨头都不剩。只有一开始表现出足够的实力和规矩，才能护我们安全。既然规矩立下了，那就该出发了。车子和大部分装备都已经上船了，这艘船会把我们送到乌江水域，从那里逆流而上，进入川南的无人区，那是距离地图上标记位置最近的水路。贾哥，你看那儿，玄关，这可都是宝贝啊！随便开一个，里面的东西都够咱们吃喝一辈子了。别动歪心思，这些东西邪性的很，都有当地的山神和祖灵守着，碰了会倒大霉的。赵老板，我们到了。根据地图和卫星定位，从这里上岸，往西南方向徒步穿越30公里，就能到达目标区域。所有人卸下装备，准备扎营。贾哥，咱们怎么办？我们自己扎营，在野外，尤其是在这种前途未卜的环境下，必须时刻和外人保持安全距离，防人之心不可无。谁也不知道半夜会不会有人摸过来给你一刀子。赵老板，老板请你过去一下，商量一下明天的行进路线。你们守着，我过去一趟。坐。赵老板，明天进山，你有神看法？我们不能走直线。为什么？走直线是最快的方式。你们没闻到吗？这山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瘴气。我们有防毒面具。防毒面具防得了毒气，防得了地下的沼泽吗？地图上标的是直线距离，但没标地下的情况。巴人善于利用天险，他们亡灵的入口绝不会设在平地上。我们必须绕着山脊走，居高临下，才能看清这片林子的全貌，找到最安全的路。就按赵老板说的办。是。你们在干什么？准备出发了？嘿嘿，别急嘛，狼哥，这叫地龙王，看着恶心，烤熟了可是大补。这林子里瘴气重，吃点这个能祛湿避瘴。我们有军用给养，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奎队长昨晚的规矩，你忘了？在这林子里有些不起眼的东西，比你手里的枪还管用。这土里有硫磺的成分，说明附近可能有地热活动，或者有火山岩层。这些信息 GPS 上可不会显示。好了，奎郎，规矩就是听赵老板的安排。继续出发。贾哥，不对劲，这地底下太空了。是雪兰。什么东西？一种食肉植物，比传说中的猪笼草要厉害100倍。它散发出的气味能迷惑动物，让它们主动走进陷阱。叶子上的粘液有强烈的麻痹和腐蚀性，一旦被缠上，神仙也难救。绕过去？绕不过去的。你们看，这片雪兰洼地正好堵住了山脊唯一的通道，两边都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烧光他们！我劝你最好不要那么做。怎么？赵老板有更好的办法？你知不知道血兰为什么叫血兰？因为它开花的时候颜色跟人血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花粉和枝叶在燃烧时会释放出一种强烈的致幻毒气，吸入的人会在极度兴奋和幻觉中自己走进这片花丛，变成他们的养料。你想试试吗？赵老板，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胖子，
把你早上抓的那条地龙王拿出来。哦，嘉哥，那可是宝贝，就那么一条。别废话，保命要紧。万物相生相克，血兰这种东西至阴至邪，靠的是迷惑心智的香气和腐蚀血肉的粘液。而地龙王常年生活在地下深处的腐殖层里，本身就是百毒不侵。它身上分泌的粘液腥臭无比，恰好是雪兰这种香花的克性，这叫以臭攻香，以毒攻毒。把这东西涂在你们的裤腿和鞋子上，越多越好。愣着干什么？想死的就别涂。走，跟上，踩着我的脚印走，别乱动。总算安全通过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看，那瀑布后面有个入口。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这么大的瀑布，水流的冲击力很大，想从正面进去，跟找死没区别。可以用攀岩索和安全锚固定好路线，强行突入。我的人可以先过去架设绳桥。不行，你看那些岩石的颜色和纹理是页岩，而且是逆向的。这种岩石质地很脆，风化严重，根本承受不住安全锚的冲击力。你把锚打上去，只会导致岩石崩塌，把我们所有人都活埋在这里。那怎么办？总不能在这里看着吧？胖子，拿铜锣。不行，嘉哥，水声太大了，什么都听不出来。后面肯定是空的，但具体有多深，结构怎么样，完全没数。你们看，那里的水花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节奏。整片瀑布的水流看似混乱，其实有一个大概的规律，但只有那个点，每隔大概5秒钟，水花会有一个向外溅射的瞬间，那说明里面有气流在往外冲。瀑布后面有通风口，有通风口就说明里面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有另外的出口或者气道。没错，巴人把入口设在这里，就是要利用这瀑布作为天然的屏障，他们不会把路堵死，肯定留了机关或者窍门。而那个通风口就是我们进去的唯一机会。你的意思是等？巴人崇拜太阳和火焰，他们的亡灵入口的设计一定会跟光线有关。我们必须等到1天中阳光最强烈，能穿透水雾，照射到那片崖壁的那个瞬间。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看清瀑布后面的真正秘密。是那里？是个铜环，我看见了，是个嵌在九川里的铜环。是机关。九川，算一下距离和角度。奎狼，你的人里谁的枪法最好？我不需要你把它打下来，我要你用子弹把它打动就行。妈的，有时间限制，还能再来一次吗？走，快走！不知道这机关能维持多久。是密码锁，开这扇门需要正确的密码。能破开吗？硬来恐怕不行。这门背后有自来石，而且是双向的，一旦受损，整条甬道可能都会塌方。那就只能解开它。嘉哥，这上面画的是啥玩意儿啊？跟鬼画符似的。是巴人的12巫像，分别代表着12种自然神灵，但具体哪个对应哪个方位，早就失传了。那怎么办？一个个试吗？不行，这种锁通常只有3次机会，3次试错就会触发里面的机关，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得交代在这里。原来这地图不光是地图，它本身就是钥匙的一部分。不对，还差了点东西。
是水，密码的起点是水神。开千年大墓，第一口阴气很重要。这口气的味道、温度、湿度都能告诉我很多信息。安全。这就完了。宝贝呢？棺材呢？怎么他妈的什么都没有？贾哥，这不是普通的灰尘，是香灰。整个地面的灰都是烧香留下的。这里不是墓室，是祭祀的地方，一个举行大型祭祀的广场。祭祀？谁会把祭祀广场修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巴人，传说中巴国的巫师有沟通地底神灵的能力，这里很可能就是他们举行通神仪式的地方。都小心点儿，跟紧我。3扇门，这他妈是让我们玩3选1，这后面肯定有一条是生路，另外2条是死路，这是盗墓小说里都写烂了的套路了。不对，赵老板有什么发现？这3扇门都是死路。你怎么知道？你们看这些青铜卫士，他们的脚是和地面浇筑在一起的，没有丝毫缝隙。再看这3扇门，他们的门轴和门框也都是一体的，这说明这3扇门从被造出来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打算被打开过。那我们岂不是被困死在这里了？所有的机关都必然有生门。巴人花了这么大的力气，绝不是为了跟我们开个玩笑，我们一定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胖子，把你背包里的水壶拿过来。有图，把所有的水都拿过来。线索在这里。不，还不够。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指向，那另外2扇门就成了多余的摆设机关，不会这么简单。胖子，把我们所有的固体燃料都拿出来，按照一定的距离在广场上点燃。在那儿，机关就在那个卫士的毛尖上。别动，小哥，你吓我一跳。越是这种看着不起眼的机关，门道就越多。古时候的工匠心思比咱们现在的人要毒得多。这种开门机关还得认你开机关的手法。那怎么办？九川拿炭鹰爪。嘉哥，怎么了？没事。地震了。都别慌，站稳了。是火油，贾哥，这是绝户技。那3扇门，2扇是假的，1扇是真的。我们选对了，机关就会打开生门，同时封死我们所有的退路。没错，如果我们刚才选错了，或者开门的手法不对，现在这些火油恐怕已经烧到我们了。快看，活人鹿在哪？赵老板，今天你算是让我开了眼了。嘉哥，这姓钱的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啊！你说等咱们找到了东西，他会不会？放心，他越是觉得咱们本事大，就越是不敢轻易动手。打起精神，后面的路才刚刚开始。这门后的世界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的天，这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个地方？这是不是到地心了？这里应该是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地下溶洞，这地方有人工打磨的痕迹。巴人们是把这天然洞穴改造成了他们的亡灵。看来巴人就没打算让进来的人出去。走吧，路总是在前面的。
贾哥，你看，有河。这水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别乱过去。胆小鬼！这是人面棘岩，这玩意儿剧毒，被咬上一口，不出3分钟，人就得化成一滩血水。快，血清！没用的，这不是蛇毒，是虫毒。用蛇毒血清只会让他死得更快。怎么办？你快说怎么办？你给他吃的什么东西？闭嘴！想让他活命就别废话。修川，按住他肩膀；胖子，按住他腿。收到。你他妈的疯了！我能救他，也能杀你。你再动一下试试。奎郎，住手！把刀收起来。赵老板，我的人需要一个解释。我那药是用18种至阳至刚的草药配的，虽然专门克制阴邪虫毒，但也化不掉已经侵入骨髓的毒。你的人想活命，就必须断臂求生，晚1秒钟，毒气攻心，神仙也救不回来。贾哥，你看那边。妈的，是那些人面千岩，我们捅了他们的窝了。所有人准备战斗，组成防御阵型，火力压制。别开枪！不开枪等死吗？你他妈的猪脑子！这溶洞是封闭的，你在这里开枪，枪声的回音能把整个洞都震塌了。而且这些虫子趋光怕火，你们开枪的火光只会让他们更狂躁。那你说怎么办？把你们的冷光手电全关了，换成火把。胖子，守住左侧，九川右边交给你。来吧，小崽子们。还他妈愣着干什么？用火把你们的酒精块、固体燃料，所有能烧的东西都往前扔，烧出一条隔离带。放火！现在谁还有意见？赵老板，擦擦吧。钱老板，刚才那种情况，我不希望再有第2次。奎郎，赵老板的规矩就是我们的规矩。奎郎向赵老板道歉。老板，道歉。对不起，赵老板，是我鲁莽了。胖子，九川，把咱们带来的雄黄和石灰粉混在一起，在火墙后面再撒一道防线。那些东西怕火，但更怕这玩意儿。好嘞，贾哥。这是什么？补气的。他这条命是捡回来了，但能不能撑到出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赵老板，你懂得真多。看来你师傅刘半尺当年可没少教你。我师傅教我技能不少，但他最常说的是，做我们这行的是向死而生，敬鬼神，敬天地，但最该敬的是人命。大家休整1个小时，检查装备，补充体力。1个小时后，我们继续出发。
师傅，我本想金盆洗手，安安稳稳的开个小铺子的，可这江湖就像一张网，牢牢的把我网着。喝吧，止疼的。叫什么？周平。周平，活下去。贾哥，你说这八国的老祖宗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修个坟，又是血蓝，又是人面绝颜的，这他妈是怕死人太寂寞，给他找点宠物养着玩。这不是宠物，这是镇墓兽。我师父以前说过一个前辈的故事，那人当年在内蒙掏了一个元代大棺的墓，那墓里就一口石棺，他们撬开石棺，里面也没尸体，就一窝密密麻麻的红毛蝎子。那次他们折了好几个人。这么惨烈？那墓主人生前信奉萨满教，他认为人死后灵魂会被地下的恶灵吞噬，所以他死后用自己的血肉和秘术养了那一窝毒蝎，用来保护自己的灵魂安宁。你的意思是，这些人面族也是这墓主人专门养在这儿的？极有可能。巴人擅长巫术，这溶洞黑暗潮湿，是养这些阴邪东西的绝佳场所。我感觉除了刚才那上百只人面贵岩，真正的大家伙应该还在后面。周平这个情况不能再跟我们继续前进了。赵老板，你的意思呢？不能把他丢下，带着他会拖慢我们所有人的速度，增加所有人的风险。那可是你的人，你怎么能放弃？好了，赵老板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奎郎，你留下来，再带一个人照顾周平。你们在这里建立一个临时营地，等我们出来，剩下的我们继续前进。这老狐狸，这是在分化我们的力量。他想保存他身边的武装力量，方便他在找到东西后对我们下手。不行。为什么？你的人他们不懂这里的门道，把他们留在这里跟让他们送死没区别。万一再搞出点什么动静，把那些虫子或者别的东西引过来，谁也活不了。那应该怎么安排？让九川留下。九川懂地质，也懂机关，知道怎么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藏身。再让你们的人留下一个负责保护和照顾伤员。剩下的人，包括你和奎郎，跟我们继续走。贾哥，让九川留下，那咱们……好，就按赵老板说的办。奎郎，你留下一个人跟九川一起。好。这是分金盘，是我师父留下的。如果12个小时后我们还没回来，或者你听到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动静，不要等，也别想着来救我们，用它找到这个溶洞的生门，自己想办法出去。记住，活下去最重要。把绳子拿出来，各自系在腰上，每个人都留出5米左右距离。这又是干嘛？这是老土夫子走生学的法子，以防万一，你们爱系不系。小哥，你看这画，这些小人怎么都没有脸？有2种可能，一种是画这画的人认为神灵样子烦人，没资格看；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祭拜的神根本就没有脸。没有脸？这么诡异的吗？这悬桥还能走人吗？我这体重上去不得直接把它踩塌了？阿虎，你先过去试试。等一下，你们不觉得这铁锁的颜色有点不对劲吗？这叫喂尸锁，是古时候一种极其歹毒的机关。工匠会用上百种毒虫毒草混着人油，长年累月地涂抹在铁锁上。人走在这毒桥上面，用不了几步就会浑身麻痹，手脚不听使唤，然后活生生地掉下去，摔成肉泥。赵老板，你既然认得，一定有办法破解，对吗？没办法，这种机关无解，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碰它。不碰它？那我们怎么过去？路在那里。那是路？那他妈是给猴子走的吧？这是古时候的栈道，只不过木头部分早就烂光了，只剩下当年打进去的桩孔。只要我们有工具，重新架设一条路，就能过去。这是过山脊打进桩孔里，首尾相连，就能搭成一条最简易的龙骨梯。好办法！但我这过山计数量有限，而且打桩铺设都需要极大的体力和技巧，
所以我只负责我们自己的人。赵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合作伙伴也得明算账，这趟活儿从头到尾都是你们的人在出问题。接下来我不会再为他们的无能买单。你们想过去可以，一根过山戟20万。你说谁无能？好，账记我头上，这过山机我买了。不，账记他们头上。你，老板，别听他忽悠，我去试试这悬桥。无能还傻。干我们这行最忌讳自作聪明，不敬畏地下规矩，规矩就会教你做人。好，账记我头上。行，胖子，干活。我们这边所有的过山器一共15根。放心，回去就转账。这鬼地方，总算他妈的爬过来了。我们坐着休息会，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喂，赵老板，这东西该怎么用？那是你们的事儿，货给你们了。至于你们会不会用，敢不敢用，与我无关。奎狼，我们自己来。小哥，咱们真不管他们，万一他们掉下去了，咱们出去也不好交代啊。交代？要再管他们的话，我们就得交代在这里了。胖子，这趟活从头到尾能信的就咱们仨。现在九川留在了后面，就只剩你和我。我们只要保证自己能活着走出去就够了。哦，既然你们都跟上了，那我们继续出发吧。妈的，玩我！那是长明灯。那灯后面好像有路，是个隧道，快走吧。那2盏灯不会一直亮着等我们。这隧道怎么这么多浮雕？这墙上刻的是什么玩意儿？怎么看着这么邪性？这些刻的都是献祭活人的仪式，巴人用活人的生命向他信奉的神灵换取力量。这也太瘆人了！赵老板，我们不能走快点吗？照这个速度，天亮了都走不到头。你要想快，你来带路。你这么大的地下宫殿，终于出隧道了。不对，这眼里发光的不是长明灯，是玉石。这是鬼眼玉。鬼眼玉那是什么东西？看来这钱红叶隐瞒了不少知道的事情。等等，那河里有东西。这是人头。那个笑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诡异、最邪门的东西。河里有东西！完了，这是什么东西？是弹火石，巴人上火，他们用这种地底黑油来保存祭品尸体。这东西全身都是易燃的。开火！去死！都给我去死！快跑，不能被追上！贾哥，我跑不动了。完了，后面全是弹火石。找那幅献祭的浮雕，就是那个大神在吸人命的。滚开！别挡我的路！快，胖子，快起来！贾哥，等等我！
我不知道撞了多少次岩石，疼得我眼冒金星，只能听天由命。哎呦，我操！贾哥，咱们这是掉到哪儿了？是不是到阴曹地府了？不知道是血还是烂泥。这是个古代的垃圾场，是殉葬坑，也叫乱葬岗。修这座亡灵的时候，死的工匠、奴隶，还有祭祀用的牲口，都被扔在了这里。我的腿断了！贾哥，别动！赵老板，救我！我给你钱，我给你更多的钱，只要你带我出去，我的公司分你一半。钱老板，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在这里，你的钱、你的公司，连一张擦屁股的纸都不如。现在我有2个选择：第一，我把你留在这里，自生自灭，那些拱尸也下不来。你可以在这里安静安心的等着饿死、渴死，或者被不知道从哪里爬出来的老鼠啃干净你身上的肉。第二，你把你所知道的关于这张地图、关于这座亡灵、关于那什么鬼眼域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说不定我心情好了，会考虑一下，给你这条断腿做个简单的固定。我说，我什么都说，求你给我根烟。先说那张图其实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爷爷那辈是袍哥，是山城最大的舵把子，这张图就是他弄来的。据说古巴王的陵墓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2样东西：鬼王的王座和他的眼睛。那2块鬼眼玉？对，传说中那不是玉，是天外飞来的神石，拥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力量，得到它的人就能获得鬼王的力量，长生不死。钱老板，你也是读过书的人，怎么会信这种鬼话？我以前也不信，直到我儿子他得了血癌，我找遍了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没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衰弱下去。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我无意间翻到了我爷爷留下的笔记，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关于这座亡灵的一切。神识之力可逆生死，然必成其咒，世代不绝。我当时已经疯了，我不在乎什么诅咒，我只想救我的儿子。赵老板，我说的都是真的，只要你带我出去，帮我拿到鬼眼玉，我不但把我公司分你一半，我这条命都是你的。故事讲完了。你不信我？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对我来说还有没有利用的价值？有，我有价值。八王墓的地图在这里，我爷爷只传下了亡灵的大概位置和鬼眼玉的传说。这张图是我后来花了大价钱从川南的村子里收来的。那个村子祖上就是当年修建这座亡灵的工匠，他们知道这座亡灵的凶险，也知道自己最后难逃一死，所以偷偷给自己修了一条逃生的暗道。我虽然有这张图，但我根本不懂这里面的机关和门道，所以才找你们合作。地图我收下了。那我们，赵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胖子把我们能带走的东西都带上，食物、水、绳子，还有他背包里的急救包和备用电池都拿过来。贾哥，不，你不能这样，我们是合作伙伴，你答应过要带我出去的，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这是谋杀。田老板，你好像搞错了2件事。第一，我们的合作在你的人害得我们差点全军覆没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第二，我不是把你扔在这里，我只是让你和那些工匠、奴隶们做个伴，大家都是求财，死在哪里不都一样吗？这是我最后一点仁慈，省着点抽，运气好的话，在你饿死之前还能抽上2口。赵甲，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贾哥，你说姓钱的他能在下面撑多久？不知道，也许1天，也许2天，不过那都跟咱们没关系了。可咱们把他……胖子，咱这行当不是请客吃饭，姓钱的不是啥好人，咱一心软，到时候死的可就是咱们了。贾哥，我懂了。
活过来了！他妈的，总算是活过来了！贾哥，你说那鬼眼玉真有那么邪乎？长生不死那是骗傻子的鬼话。不过那东西肯定是个宝贝，而且是超出咱们想象的宝贝。你还记不记得那2块玉石是嵌在那个青铜王座的眼睛里的？记得，跟2盏绿色的探照灯似的。你想想，什么样的石头能在与世隔绝的地下放上几千年还能自己发光？钱红叶那个故事虽然假话连篇，但有一点我觉得是真的，那就是这东西确实是个诅咒。诅咒？这世上的东西都讲究个平衡，你想从他身上得到多少，就得付出多少代价。钱红叶想靠他救儿子，或者满足他自己的私欲，那代价就是他自己被困死在这里。那咱们呢？咱们最多就是个过路的贼，贼偷了东西就得跑。至于主人家以后是遭了天谴还是发了大水，那就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儿了。歇够了就起来，咱们顺着这条水渠走。地图上说，这暗渠的尽头就是咱们之前见过的那条地下暗河。只要找到了暗河，咱们就有机会顺着水流出去。等一下，贾哥，怎么了？也算是个可怜人。前辈，无意打扰，借条生路。您的大恩大德，晚辈出去了，一定给您立个长生牌位，日日烧香。那黑色的头发丝和我们在悬桥下面看到的吊死阿虎的那些东西一模一样。贾哥，那头发丝难道就是八王咒？我一直以为所谓的诅咒是那些虚无缥缈的鬼话，但现在这幅壁画却又告诉我，那诅咒真实存在的。贾哥，咱们还去找那什么鬼眼玉吗？不找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找，就顺着这条水道走，找到地下河出去。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干了。对，出去！咱们现在就出去！什么狗屁鬼眼玉，谁爱要谁要！老子再也不想看见这鬼地方了。前辈，多谢提醒，您的恩情我们记下了。贾哥，这他妈到底还有多远啊？我怎么感觉咱们一直在原地打转？咱们不会是遇到鬼打墙了吧？别他妈胡说八道！地图上画着，这条路是通的。你要是信不过地图，就信我。我答应过你，一定带你活着出去。这是钱红叶的爷爷，当年他就是从这条路逃出去的。那他人去哪儿了？看样子，钱红叶的爷爷当年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一队人马找到了这里，但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活着走了出去，而他的那些同伴就永远的被留在了这条逃生的暗道里。走，过去看看。贾哥，怎么了？你快来看！纸张发黄变脆，字迹竟还清晰可辨，是漂亮小楷，透着书卷气。民国36年秋，余随舵爷入蜀南，寻访八王秘藏，意图救国大业。此行若得天佑，当济天下苍生；若不幸罹难，魂归此地，亦无憾矣。余州林少生，这舵爷肯定就是姓钱的那个袍哥爷爷了。看样子，他当年拉着队伍进来，打的还是救国的旗号。袍哥会救国，那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了。不过是扯着虎皮当大旗，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罢了。日记前半部分记录得很详细，就像探险笔记。他们找亡灵破机关的经历和我们差不多。他们当年人多势众，火力猛，用10几条人命和无数炸药趟出一条血路。跟他们比起来，我们能走到这里，运气占了很大成分。极致神殿
见鬼王座，其上双目，乃天外青玉，光华流转，夺人心魄。众人皆以为神识，唤不去。然而，余观之，其光不正，青中带黑，似有活物游动，不祥之兆也。窦爷以为神识疯狂，欲取之，余再三劝阻，言此无治邪，恐有大祸。窦爷不听，反斥余为书生之见，胆小怯懦，并令手下精锐攀上王座，欲强取之。这鬼王座上的青玉，看来就是那鬼眼玉了。去世之瞬，地动山摇，神殿崩塌，黑幽河中涌出百千守灵人，力大无穷，刀枪不入。窦爷率众断后，令我携图纸，与其余5人自暗局逃离，为其保留元气，图谋后事。然欲知窦爷此举，非为大义，实乃弃祖保车之计也。守灵人，他管那些拱师叫守灵人。贾哥，这地方1分钟都不能再待了，我他妈感觉后背上直痒痒，好像有东西在爬。你是被吓出幻觉了？其实我也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总觉得黑暗里有东西盯着我们。事不宜迟，赶紧出发吧。不知道走了多久，时间都失去意义了。贾哥，前面有人，是九川他们。贾哥，胖子，你们总算回来了。九川，就你一个人守着。奎郎留下的另一个人疯了。疯了。大概在6个小时前，他突然开始大喊大叫，说看到那些虫子又爬回来了，还说周平的断臂上长出了黑色的头发。后来他就变成这样了，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抱着他的枪，谁靠近就跟谁急。周平怎么样了？不太好，一直在发低烧，说胡话。我给他喂了水和药，但没什么用。他一直在喊他妈。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贾哥，你们那边怎么样了？找到东西了吗？你自己看吧。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不知道，但是大概率是真的。啊！别过来，好痒，头发从肉里长出来了，好痒啊！他妈的，贾哥，日记里写着死之前就是这么胡言乱语的。分金盘，贾哥，分金盘，你给九川那个罗盘快拿回来，用它找生门。我们现在就走，马上走，再待下去，咱们都得变成那玩意儿的养料。贾哥，那他们俩怎么办？头发，水里全是头发。他们已经开始说胡话了。胖子，把咱们还能用的东西都带上，食物、水、备用电池，还有周平身上那个急救包，都拿过来，动作快。走。这是我师傅吃饭的家伙，他说过，天下的山川脉络都离不开阴阳五行。这分金盘寻的不是死人，是地底下的气。只要有气在流动，就必然有出口。贾哥，救救我！我卡住了。贾哥，这地方怎么这么闷？我感觉快喘不上气了。别说话，省点力气。这是断龙石的夹层，当年的工匠修完主墓，就会用巨大的石条把主要的通道都封死。我们现在走的是石条和山体之间的缝隙，这里没有通风口。贾哥，有风，我们出来了。活过来了！他妈的，老子这辈子再也不想钻那么小的洞了。贾哥，咱们这是到哪儿了？不知道，奇怪，这里的气很乱。按理说，我们已经走出了主墓的范围，这里的地脉应该很平稳才对。可这边是条死路啊，会不会是这罗盘失灵了？路是人走出来的，空的。等等，
安全。干吧，动静小点儿。这是佛堂的味道，这八王的墓里怎么会有佛堂？先进去再说。我操，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八王墓里怎么会有和尚？香炉底座刻着一行小字，那股淡淡的檀香味就是从这个青铜香炉里散发出来的，是一种铅锡合金的青铜，是汉代以后才常用的材质。这说明这个佛堂和这些和尚都是在主墓修成之后，不知道隔了多少年才又被人弄进来。上面写的啥？赤剑镇魔堂于八王英灵之上，吾等三人愿以身四魔，燃佛骨，化冥王，永镇此寮，使其不得重见天日。开皇7年，法门寺地藏院玄照。开皇7年，那是隋朝啊！隋朝的和尚跑到这战国时期的八王墓里来干嘛？还镇魔？这3个和尚当年一定是发现了这座亡灵的秘密，但是他们没能力毁掉它，所以只能用这种最极端的方式，用佛法和自己的血肉想要镇压它。那他们成功了吗？不知道，这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走，我们必须马上走。大师，晚辈无意冒犯，只是借道求生。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只可惜我们不是佛门中人，也没有那个本事替你们完成未竟的事业了。贾哥，难道还要钻回去？不可能，分金盘的指针现在已经稳定了下来，指向的是这个佛堂的正后方，出口一定就在这面墙的后面。这是一个挪石机关，胖子搭把手。怕。是出口，贾哥，是出口，咱们能活着出去了。贾哥，你说咱们出去了以后，那玩意儿会不会跟着咱们？我不知道，但咱们这趟活什么都没拿，按老祖宗的规矩，空手进，空手出，不沾因果，那东西应该不会缠上咱们。有树根，就说明我们离地面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快到了！新鲜空气灌进肺里，这感觉就像溺水的人浮出水面。出来了！他妈的，老子终于出来了！贾哥，咱们这是在哪儿？不知道，地图被水浸透，字迹模糊，只能大致判断还在川南大凉山原始山脉。先不管那么多了，只要出来了就有希望。咱们先找个地方处理一下伤口，休息一下，然后再想办法走出去。贾哥，怎么了？树干上刻着一个3头6臂的不动冥王像，图案很新，下面还有一行字：他出来了。谁他妈出来了？是那个八王。谁？是谁刻的字？我们是第一批从洞口爬出来的人，钱红叶他们不可能，九川留守的人也不可能。那刻记号的是个我们不知道的人。他会不会就在这林子里看着咱们？走，不管是谁刻的，不管他想干什么，都跟咱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离开这片林子，活着回去。贾哥，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好像看见我太奶了，他老人家在前面那河边给我做好吃的呢。也许我们就真的要死在这里。
死在这个没有人知道的鬼地方。有狗叫，就说明附近有人家，有人。我死了吗？你醒了，我看看。老阿公，是您救了我们。山神让你们活。我们昏迷了多久？2天。2天？这里是什么地方？黑风山。这山里不太平，还有长头发的野人出没。他们身上不穿衣服，跑得很快，身上像是披着黑色的头发。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你们是从鬼窟坳来的？我们是来探险的驴友，不小心迷路闯进去的。驴友？我这双眼睛还没瞎。我们是为了追查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祖上就是写这本日记的人。几十年前，他们也来过这里，但只有一个人活着出去了。我们是来找答案的。哼，鬼窟坳里的东西不是你们该碰的，那里面有山鬼，沾上了就一辈子都甩不掉了。这是前几天我在林子里的一个水潭边上捡到的。入手很轻，但质地却异常坚硬，连一道白印都没留下，不是普通的装备。那些山鬼，你也是在那里看到的？我是在一线天那边看到的，那东西像一阵黑风一样窜了过去，它在追一只山羊，那速度比林子里的豹子还快。我离得远，只看到它身上全是黑色的长毛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力气很大，它几拳头就把一棵碗口粗的树给打断了。那个八王诅咒不光是让人的身体里长出黑丝，还会强化人的身体。我们现在只想活着离开这座山，请您帮帮我们。那也要等把伤养好了才能走。你们几个把药喝了。他没有拒绝，就说明还有商量的余地。接下来的几天，老阿公每天天不亮就出去打猎，傍晚才回来。我、胖子和九川成了他的学徒。老阿公教他们分辨山里能吃的草药和果子，直到……各位，我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这是断手吗？这也是野人做的？啊！他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那座八王陵，为了那块能让人长生不死的鬼眼玉。钱红叶能找到这里，别人自然也能找到。阿公，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知道他们迟早会找到这个地方，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唉，这片林子实在是不安全，连老阿公在这座山上生活这么多年的人都感到紧张。我们身上的伤也还没完全好。你们不要动我的红烧鸡翅。我们即将踏上那条艰难的路，可这条路真的能让我们安全离开吗？把东西都拿好，山里的东西要有来有回。我真的走不动了，贾哥、九川，你们别管我了，给我留个全尸就行。你怎么停下来了？你想留在这儿陪那些长毛的野人玩吗？你忘了那只断手了吗？那玩意儿可是吃人不吐骨头。什么？我走还不行吗？老阿公，你待在山里一辈子了，难道不闷吗？
山也是会说话的，你听得懂它就不闷了。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跑山的车会多起来，碰到了车，你们就能回家了。还有，这是多余的食物和草药，你们拿着。阿公，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兄弟几个这辈子都还不清，您跟我们一起下山吧，我们给您养老。起来，山里人不兴这个，你们能活着出去，就是山神对你们最大的恩赐了。小伙子，你的脚还没好利索，下了山找个干净地方，用盐水好好洗洗，别沾了脏东西。还有你这个娃心重，但路还长，照顾好你们自己。我走了，以后不要再来了。唉，这趟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什么都没捞到，还受了伤，惹上了诅咒。幸好遇到了老阿公，还有……贾哥，半夜3更不睡觉，站在那里想什么呢？我觉得咱们这趟活干得有点亏，还好姓钱的提前给了100万。哼哼，谁说亏了？我可带出来了好东西。是兵符，是虎符。你小子什么时候顺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当时被拱师追得屁滚尿流，我跑的时候在大王座上绊了一下，顺手抓了这玩意儿塞怀里，后来逃命就忘了。你真是个机灵鬼！你小子就不怕把那玩意儿的诅咒也一起带出来？嘿嘿，怕什么？按你说的，咱们这是空手顺来的，不算偷。再说了，富贵险中求嘛。休息好，明天接着赶路吧。有车！喂，我们要上车！哼，气死我了！呸！这帮人怎么这么自私，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不停车就算了，还差点撞上我！换你停吗？3更半夜，荒郊野岭，3个跟野人一样的壮汉拦车，可恶！希望近在眼前，却被这种事情难住了。究竟还要走多久才能坐上车？大家，快点，把手拉在一起。你们3个大男人，大晚上站在路中间干什么？赶着投胎啊！师傅，行个方便。我们3个是来这边旅游的驴友，在山里迷了路，钱包证件都丢了，想搭个车去县城。哈哈，要在你们也可以，只不过一个人要这个数。500，你怎么不去抢钱啊？从这儿到县城顶多也就30-40公里路。爱做不做，你们可以继续在这里等下一辆。不过我可告诉你们，这后半夜除了我这趟车，可就没别的车会经过了。爱给不给？我们才不。别说了，500就500，师傅。只要您能带我们进城就可以了。嘿嘿，今天真是赚大发了，拿这笔钱去做什么好呢？你们上车吧。车倒是坐上了，可还是有麻烦。好恶心！为什么这辆车是猪车？喂，3位先生，我们不招待那么肮脏的客人，请快点出去。少废话，这个袋子里都是钱，您可以点一点。现在立刻给我们安排最好的房间。哈哈，
3位客人稍安勿躁，马上给你们安排。这个灯我要了。哈哈，就是这个地方。老子终于回来了！九川、胖子，咱们这次是过命的交情，老规矩，3兄弟平分，谁也别嫌多，谁也别嫌少。嘿嘿，贾哥，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贾哥，我不要，我这次也没帮什么，我这份你们俩拿着。放屁！我说平分就平分，谁再跟我说这话，就是不把我当大哥。我转过去了，你们看一下。我收到了。嘿嘿嘿，我也收到了，谢谢贾哥。这玩意儿是咱们这次唯一的念想了，咱们自己没本事把它变成钱，那怎么办？难道只能拿来收藏吗？得找个中人，必须手眼通天，但也得有规矩，不会干那种黑吃黑的脏活。山城这地面上有这样的人物吗？有，不过想请他出山不容易，而且他的要价也很吓人。他不认钱，要想找他办事，得拿出一样能让他看得上眼的宝贝白送给他。他要是瞧得上，这买卖就算谈成了。他要是瞧不上，你就算捧着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贾哥，你的意思是咱们得拿着虎符当投名状，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吗？当然不是，这虎符是咱们的本钱，至于投名状，我心里已经有数了。明天你们2个哪儿也别去，就在这里待着，我出去一趟，见一个老朋友。爷爷，这本书多少钱？送你了，拿去看吧，别告诉你妈。谢谢爷爷。陈先生，生意兴隆啊。爷爷，我先走了。你小子命还挺硬，我还以为你已经死在那山里头了。托您的福，捡回条烂命。这次来是有桩买卖，想请陈先生给搭个桥，看看这山城地面上最近有没有什么奇货出世。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今天就给你指条路。南岸黄昏垭有个姓向的人家，这个人以前是蜀中一个大军阀的后人，家道中落了，但手里还捏着一件祖上传下来的宝贝。最近他儿子在澳门赌钱，欠了一屁股的债，被人追上门了，急着出手那件东西换钱救命。什么东西？一枚印章，用整块血玉雕成的，汉八刀工艺的丝印。血玉印章？所谓的血玉，不是玉的品种，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中侵入了火砂或者铁元素，形成了类似血丝的纹理。
而汉八刀则是汉代玉器雕刻的最高工艺，刀法简练，但神韵十足。这枚印章奇就奇在它的印文上，印文不是名字，也不是什么吉语，而是2个字：渡我。怎么样，这东西够不够齐？够了，多谢陈先生指路。姓向的叫向开山，就住在黄凤崖老街半山腰上那棵大榕树底下，门口挂着2个破灯笼的，就是他家。路我给你指了，事能不能办成，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干我们这行的，走到哪儿都觉得背后有眼睛盯着自己。刚做完买卖，这种感觉更强烈。小妹妹，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才没有跟着你，这条路是你家开的啊，只许你走，不许我走。别跟我耍花样，从18梯到这里7、8条巷子，别说是巧合。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陈瞎子让你来的？不关陈爷爷的事，是我自己好奇。我刚才都听到了，什么白先生，什么奇货，还有什么血玉印章，你跟陈爷爷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就像话本里写的那些江湖上的事。别胡思乱想了，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江湖？拿着去买点好吃的，以后别再跟着陌生人了，这很危险，快回家去。我妈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钱，叔叔，你看起来也不像坏人。行了，我还有事。叔叔，还有什么事？我叫林瑶。知道了。渡我，这他妈什么讲究？听着就邪性，这会不会又是个坑啊？是不是坑都得去踩一踩？这是咱们现在能搭上白先生这条线的唯一机会。那半只虎符放在咱们手里，就是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只有尽快把它变成钱，落袋为安，咱们才能真正睡个安稳觉。胖子，你明天出去一趟，办几件事儿。第一，去弄3套行头，要看着就像那么回事的，别在路边摊上瞎买。记住，人靠衣装，咱们这次去不是去打架，是去请宝贝的，排场得做足了。第二，去租一辆车，要好车，奥迪或者奔驰，越新越好，车牌要外地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去道上帮我打听打听，南岸黄洪崖姓向的这个向开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脾气喜好，家里有几口人都给我摸清楚了，尤其是他那个在澳门欠了赌债的儿子到底欠了多少，债主是谁？我的妈呀，贾哥，你这是要了我的老命了，我这2条腿都快跑断了。事儿办得怎么样了？那还用说，你胖哥我出马，1个顶2，行头给你俩买好了，一人一身黑色的休闲西装，意大利的牌子我也不认识，反正那售货员小姐说穿上保管跟电影里的老板一样，鞋是皮的，锃亮，还给你俩一人配了块表，假的，但看着跟真的一样。车楼下停着呢，黑色的奥迪 A6，刚跑了1万多公里，9成新。向开山那边呢？贾哥，这个向开山有点门道，我找了几个以前在南岸这边混饭吃的老哥们打听了一下，这向开山今年60多了，他祖上以前确实是跟着一个姓刘的军阀当副官的，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后来那军阀倒了，他爹就带着1箱子金银细软回了黄巢崖老家，买了块地，盖了栋小楼，算是隐居了下来。这向开山年轻的时候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仗着家里有点底子，在黄凤崖那一片也是个说得上话的人物。后来年纪大了，才慢慢收了性子，平时就喜欢在家里摆弄些花鸟鱼虫，很少跟人来往。他那个儿子叫向东，是他40多岁才得的，宝贝得跟眼珠子似的，可惜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货，从小就不学好，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前段时间就是他跟着一帮狐朋狗友被人骗去了澳区，一夜之间输了500多万。500万？债主是谁？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债主不是赌城那边的人，是咱们山城本地的一个码头，外号叫黑狗。这个黑狗是放高利贷起家的，手底下养了一帮马仔，专门干些逼债的脏活，心黑手辣，出了名的不讲规矩。向东就是被他手下的人设了局，被骗去澳门的。黑狗现在把向东的1根手指头给剁了，寄回了黄凤崖，放了话，半个月之内要是见不到钱，下一次寄回去的就是向东的脑袋了。贾哥，这水有点深啊，一个不好，咱们可能东西没拿到，还得惹一身骚。我知道，胖子，那个黑狗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什么怕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爱好？还真有。我那老哥们说，这黑狗就好面子，他喜欢别人捧着他，叫他狗哥，而且他还特别信风水信命。他脖子上常年挂着一个从泰国请回来的象神牌，
据说花了10几万。他办公室里也摆满了各种招财辟邪的玩意儿。九川胖子换衣服，咱们今天不去黄营养。啊，那去哪儿？去会会这位喜欢讲究风水的狗哥。妈的，累死我了！贾哥，咱们这是去要账还是去唱戏啊？闭嘴，咱们这次是去送宝贝的。记住，从现在开始，我叫赵璇，是个从香港来的风水先生。九川，你是我的保镖兼司机，少说话。胖子，你是我的大徒弟，负责帮我捧哏。我操，这排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拍电影呢。这情况有点不妙啊！这位朋友什么意思？想在这响水坝跟我黑狗掰掰腕子？我叫赵璇，从香港来，路过宝地，见此地煞气冲天，怨气凝聚，而这煞气的源头似乎就应在阁下的身上。我与阁下无冤无仇，只是不忍见阁下大难临头而不自知，特来提醒一句。还能这么玩？狗哥，别听他放屁，我看他就是来找茬的。黑云压顶，印堂发黑，阁下最近恐怕是夜不能寐，噩梦缠身吧？而且不出3日，必有血光之灾。你他妈的胡说八道什么？我看你就是活腻了，敢跑到我们狗哥面前来装神弄鬼。信与不信，皆在阁下一念之间。我与阁下萍水相逢，言尽于此。只是有些横财拿了烫手，有些人的命沾了因果，因果报应，如影随形，你好自为之吧。阁下既然是高人，就这么走了，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我黑狗虽然是个粗人，但也敬重有真本事的先生。敢不敢上楼喝杯茶，慢慢聊？有何不敢？请。都他妈给老子把路让开！没看到有贵客吗？坐。阁下这办公室从风水上来说是个困龙局啊。先生，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这办公室是专门请南边的大师来看过的。大师说我这叫猛虎盘踞，是旺财旺运的格局。猛虎盘踞，虎是山中之王，主杀伐；下山虎更是恶虎，是来觅食的，煞气最重。你把它挂在你的主位之后，这叫背虎而坐，等于你天天背着一头随时准备吃人的恶虎。你压得住它的时候，它能帮你旺杀气，让你在道上顺风顺水。可一旦你的气运弱了，压不住它了，它就要反过来先吃你这个主人了。窗外烟囱林立，形如乡镇，你这办公室日日夜夜等于都在被人上香，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还有你这尊神像，此乃夜叉，是佛门护法，也是地狱恶鬼。拜夜叉求的是偏财，走的是险路，但夜叉喜怒无常，你求他办事就得拿东西去供奉他。你这段时间喂过他了。那依先生看，我该如何破解？要破此局有3个法子。先生请讲。下策是你这办公室得改，墙上的恶虎得请下来，窗外的烟囱得用泰山石敢当镇住，你这尊夜叉也得换个地方，不能摆在主位之后。不过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你身上的煞气已经入体了。那中策呢？中策就是放生。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或者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这煞气的根源就在你结下的这段因果上。把东西还了，再去庙里烧3炷高香，求个心安。先生，不瞒您说，我最近确实和人结下个梁子，但道上有道上的规矩，我要是把人放了，以后我还怎么在这响水坝立足？这口饭我还怎么吃？那就只剩下上策了。既然你不愿意化解这段因果，那就只能用更凶的东西把它镇下去。更凶的东西？没错，你这尊夜叉已经镇不住你身上的煞气了，你需要一个镇物。什么样的镇物？此物必须是玉，玉是山川的精魄，天生就带着一股正气，但普通的玉不行，必须是那种在地下埋了上千年，吸收了地脉龙气，又沾染过血光，最好是王侯将相的贴身之物才够霸道。我听说山城地面上最近好像就出了一件这样的宝贝，是一枚汉代的血玉丝印，这东西煞气极重，怨念也深，印文是2个字渡我。渡我？对，这枚印不是用来渡人的，是用来渡鬼的，是当年的主人用来镇压自己身上的杀孽和怨气的。你身上的这点麻烦跟他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只要你能得到这枚印，把它供奉起来，日日上香，不出7天，你身上的煞气自然就会被它吸走。到时候你不但能化解眼前的灾厄，还能借他的力，让你未来的路走得更顺。
先生您知道这枚印章在谁手里？我只是个路过的风水先生，看到你有难，提点你一句罢了。这宝物讲究个缘字，你跟他有缘，自然就能找到；要是无缘，强求不得。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吧。我们也该告辞了。先生，请留步。先生，您这就走了？您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我这还没好好招待您呢。阁下，我刚才说了，我与你萍水相逢，出手点拨，不为钱财。那枚印章是你的缘，也是你的劫。能不能找到？找到了，又能不能镇得住？那都是你自己的造化了。天机言尽于此，我一个方外之人，不便过多干涉。先生，别呀！我黑狗是个粗人，不懂什么天机缘分的。我只知道，先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无论如何得给我留个联系的法子。万一我找到了那枚印章，或者有什么别的难处，也好向您请教啊。我在这山城只待7天，7天之内，你要是能找到那枚印章的下落，就打这个电话。7天之后，无论你找没找到，我都会离开山城。到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多谢先生，多谢先生。我的妈呀，贾哥，我他妈的刚才腿肚子一直在转筋，我还以为咱们今天得横着从那楼里出来呢。贾哥，你真是神了，你怎么就知道那姓黑的一定会信咱们？因为他怕死，越是这种手上沾了血，过着刀口舔血日子的人，就越是惜命，越是信命。我不过是给了他一个他自己最想相信的答案罢了。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等。对，等这位狗哥替咱们去把玉给请回来。贾哥，那黑狗到底行不行啊？他别不是压根儿就没把咱们的话当回事吧？要不我再出去打听打听。坐下，急什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钓鱼最讲究的就是耐心。可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不踏实。先生，是我黑狗，我找到您说的那枚印章在谁手里了？哦，那印章的主人肯出手？肯定肯。那老东西有个烂赌鬼儿子，还欠我500万呢。我跟他说，只要他把那枚印章拿出来，他儿子的债就一笔勾销。他立刻就答应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先生，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一步过去，替我亲自长长眼？我怕那老东西拿个假货糊弄我，这事儿还得您这种高人才能镇得住场子。时间、地址，黄坪雅老街。先生，您看我现在亲自开车去接您，怎么样？不用了，我自己过去，到时候你在街口等我。好，都听先生的。贾哥，印章到手了。准备一下，咱们也该动身了。先生，您可算来了。东西呢？在里面，那老东西的家就在里面。他脾气有点倔，待会儿还得劳烦先生您多费心。向老头，老子来了，东西准备好了吗？黑狗，我姓向的还没死，这扇门我自己会开，用不着你来踹。嘿，向老头脾气还挺大，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叙旧的，东西呢？拿出来吧！看什么看？这位是香港来的赵玄先生，是专门来替我长眼的大师。向老头，我可告诉你，别想着拿什么假货来糊弄我。在赵先生面前，你那点小伎俩不够看。这枚印章不简单啊，是真品，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凶。天为阳，地为阴，血为媒，玉为引，煞气内敛，怨气不散。你确定你要用它来镇你的煞气？先生，要，当然要。有了这宝贝，以后谁他妈的还敢跟我黑狗作对？东西你拿到了，我儿子的事。放心，我黑狗一口唾沫一个钉。你儿子欠我的500万，一笔勾销。你可以给你儿子打电话，他现在应该已经快上飞机了。黑狗阁下，我劝你最好现在别碰那枚印章，你身上的煞气和这枚印章的怨气是相冲的。现在把它贴身放着，不出3个小时就会大祸临头。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了，此物至凶至煞，你身上的煞气是后天沾染的，是无根之煞，但这枚印章里的怨气却是跟了他上千年，是有根之怨。你现在就好比是一个身上着了火的人，不想着先灭火，反而直接抱住了一个炸药桶，你觉得后果会是什么？那我该怎么办？先生，您得救我呀！您可不能话只说一半啊！办法倒也不是没有，想要降服此等凶物，不能硬来，只能渡。
录音的过程极其凶险，必须由我亲自设坛做法。时间要选在阴气最重的时候，地点要选在流水环绕的聚阴之地。我还需要准备朱砂、黑狗血、无根水、柳木剑，这些东西缺一不可。最重要的是，我需要用我的法器日夜镇压它7日。怎么，信不过我？不，当然不是。先生，您是高人，这宝贝就先寄放在您这里，一切都拜托先生了。很好，看来阁下算是通过我的考验了。考验？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之前说过，这等宝物讲究一个缘字。我与你萍水相逢，若是你对我没有半分信任，只是想利用我来帮你长眼识货，那么就说明你与我毫无缘分。我自然不多说一句废话，掉头就走，更不会帮你。但现在你既然信得过我，这就说明你我之间的缘分算是正式结下了。先生，您看我这猪脑子，我黑狗是个粗人，不懂先生您这种高人的规矩，我该死，我该死！不知者不罪，既然缘分已到，那多余的客套话就不必再说了。我们谈谈费用吧。先生您开口，只要能保我黑狗一条命，多少钱都不是问题。50万，没问题，就50万。先生，您看是现在给您现金，还是给您转账？不急，我替人办事。事成之前，我分文不取。从今天起，7日之内，我会将这枚印章的煞气镀尽。7日之后，我将干净的宝印还给你，你再把费用给我。记住，这7天之内不要来打扰我，否则坏了我的法事，引火烧身，那后果可就不是50万能解决得了。我懂，好，都听先生的，我懂。不对啊，贾哥，这枚镀我印，咱们不是要拿去给白先生当投名状的吗？那你刚才跟黑狗说7天之后要把干净的宝印还给他，到时候咱们拿什么还给他？咱们总不能把这印章送完礼，扭头就跟白先生再要回来吧？谁说咱们要还给他这个了？啊，不还这个，还哪个？这玩意儿天底下就这么一件。他黑狗花50万请的是个心安，咱们就找块好料，仿得真一点，给他这个心安不就是了？贾哥，你的意思是高仿一个，可这玩意儿一看就不是凡品，要去哪儿找手艺这么好的师傅？贾哥，这事儿交给我，我认识一个老师傅，以前在玉器厂专门做仿古的，后来因为一些事自己出来单干了。他的手艺很精，只要料子到位，别说黑狗一个土大款，就是拿去拍卖行，不看款识，一般的长眼都得打怵。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九川，你明儿一早就去找这位老师傅，钱不是问题，务必在6天之内给我做个以假乱真的出来。好。贾哥、九哥，说真的，这次要不是咱们哥仨命大，我敬你们一杯，这辈子能认识你们2个，我王德发值了。是啊，这趟活能活着回来，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喂，是我。你还活着？命大，钱红叶死了。你杀的？算是吧，他死在了川南的山里，尸骨无存，短时间内消息还传不出来。我打电话给你是想提醒你，你干爹欠了一大笔赌债，你自己小心一些。我的事不用你管。我不管，谁管？你是我师父的女儿，我当初答应过师父要照顾好你，就算你恨我们，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哼，照顾我？你们这些土夫子，除了会给人带来麻烦和死亡，还会干什么？你在哪儿？有些事电话里说不清楚。今天晚上10点，梦回唐朝，我等你。贾哥，你上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被人给绑了票了呢。九川还没回来，你再不见了，我一个人可扛不住。出去打了个电话。怎么了，贾哥？出事了？今天晚上阿莲约我去见她。阿莲？陈雪莲？她不是跟了那个什么佛爷吗？你去见她干嘛？钱红叶的事，人情你也算是还过了吧？钱红叶死了，但佛爷欠他的那笔债还在。我是这样想的。操，这帮老畜生就没一个好东西，我跟你一起去，真要动起手来，我王德发这200多斤肉也能给你当个盾牌。这不是去打架，我一个人去目标小，就算有事儿也方便脱身。你要是跟着，反而拖累我。再说九川还没回来，这里必须留个人接应。贾哥，你自个儿千万当心。
我找莲姐。请跟我来。莲姐，人到了。来了，坐。钱红叶真的死了？死了，死在了大凉山里，连尸体都找不到。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是他逼我的。我知道你给我打电话提醒我佛爷的事，我记下了。我陈雪莲不喜欢欠人情，尤其不想欠你的。佛爷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我跟在他身边也不是1天2天了，这么多年，他是什么货色，我比谁都清楚。不过他现在已经没那个本事了。这家梦回唐朝，他占2成，我占7成，他现在还得靠我吃饭呢。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这个人情我还给你。作为回报，我送你一个情报。什么情报？尽快离开山城，越远越好。因为钱红叶吗？他只是个摆在明面上的白手套，他背后还有人。他背后的人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伙人不是咱们本地的势力。佛爷有一次喝多了，无意间跟我提过一句，说钱红叶背后那些人是在找一样神物。神物？什么神物？我怎么知道赵家？你该不会以为佛爷那种老狐狸会把这种要命的秘密都告诉我一个女人吧？他在说谎，或者说他没有说实话。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不会特意把我叫到这里说这些。阿莲，你我之间就不用绕这些弯子了。钱红叶为了那样东西，连命都丢在了大凉山里。现在他人虽然死了，但东西没露面。他背后那些人，你觉得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他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我，第二个就是你这个替我给他传话的人。赵家，你倒是比以前聪明了不少。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东西。大概半年前，钱红叶陪着几个人在关山茶楼喝茶，其中一个人的手背上就纹着这个图案。佛爷后来告诉我，那些人是从北边来的，手很黑，连他都惹不起。原来那伙装备精良的神秘组织就是钱红叶背后的人。可为什么钱红叶没有和他们一起？那十几具被撕碎的尸体是长毛野人干的，还是他们也触发了别的什么更恐怖的东西？赵家，你这次是踩进了一个你根本惹不起的泥潭。你这身衣服真丑。南岸海棠溪有一套老房子，是我妈以前住的地方，很久没人去了，也没人知道。你要没地方去，可以暂时躲去那里。想走，我也可以安排车送你离开山城。阿莲，多谢，你也好好活着。一个蝎子徽章，一伙从北边来的，连佛爷都惹不起的神秘组织。钱红叶只是他们推到台面上的一个本地代理，他们在找回眼玉，还有那棵树上那个不动明王像的刻痕和那句他出来了，难道是这伙人刻下的？一个个谜团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我死死地罩住。我们真正的敌人一直都在暗处，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钱红叶死了，他们一定会追查到底。顺着钱红叶这条线，他们也迟早会查到我身上，甚至他们可能已经知道我的存在了。大哥，你可算回来了，怎么样？阿莲的娘们没把你卖了吧？出事了！我操，就是这玩意儿！老阿公拿给咱们看的那块铁片上，就他妈是这个图案。钱红叶就是这伙人推到台面上的白手套，他负责在山城本地替他背后那伙人摆平关系，打通门路。那不对啊，嘉哥，要是钱红叶跟他们是一伙的，老阿公在山里碰到的那十几具尸体是怎么回事？还有，钱红叶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行动，反而要自己另外拉咱们这一队人马进去？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如果他们是一伙的，就该合兵一处，为什么反而要分头行动？这不合常理。钱红叶一开始跟我说，那张羊皮地图是他从一个生意上的竞争对手那里弄来的。他还说，那个对手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出发。不对，嘉哥，你忘了，在殉葬坑里那姓钱的快死的时候，不是说那图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吗？还有咱们在暗穴里找到的那些尸骨和林少生那本日记都能对得上号，这说明他没撒谎啊。钱红叶的祖上确实找到了八王陵，也确实只逃出来他一个。那张地图也确实是他家的祖传之物。
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伙带着蝎子徽章的神秘组织也盯上了这座八王墓，甚至查到了钱红叶的头上。他们成了钱红叶嘴里的竞争对手，并且实力远比他雄厚。钱红叶知道自己斗不过，只能选择跟他们虚与委蛇，表面上合作，答应帮他们找到鬼眼玉，但他又不想把这天大的好处拱手让人，所以他才另外找了我们，抢在那伙人之前找到鬼眼玉，然后独吞。这帮有钱人的心眼子，比咱们掏的盗洞还多。算了，不想了，这些狗屁倒灶的破事儿跟咱们没关系了。咱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等九川回来，然后去找那个白先生，把虎符出手，拿到钱，咱们3个就远走高飞。管他什么蝎子还是蜈蚣，管他什么八王还是鬼王，都让别人玩蛋去吧。是九川。嘉哥、胖子，你们看看。我操，九哥，你这是从哪儿找的神仙师傅？这手艺绝了！这就是把真的放在旁边，我估计都分不出来。老师傅说，料子是缅甸那边过来的，本身就带着血丝。他用老法子按药水浸了3天3夜，才把那股子老味儿给浸出来。硬钮上的汉八刀，他是亲手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他说，机器雕不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气神。你这是怎么了？